大家好，我是张大哥。那现在我们要进行的是一颗很特别的车子上面拆下来的分油盘，它是从嘉义来的 W1232801的6缸分油盘的故障检测。那其实 W1232801在台湾是相当稀少啊，绝大部分都是 W123的2301。那因为 W123的车子到目前为止都超过37、8年以上啊，它最后一代的生产是1984，那到目前应该都将近40年以上了。啊，2801是很特别的稀有车种啊，这部车子里程数只有3万。那从轮胎上面留下来的规格，我们看到它是2005年的52周，所以如果说再加上使用年限5年的话呢，就是2010年到现在也有13、14年没有发动了。啊，这个分油盘啊，大哥检测发现它是严重漏油。那应该是膜片破损，或者应该是膜片破损造成，引擎一发动就大量漏油，这是绝对发不动的。我们来试试看。好，大哥打开电源，我们看到它一直在冒油了。再一次，好，大哥打开电源，等于是引擎发动，它大量漏油。那所以说。好，发动，我们看到大量漏油，这应该就是膜片哈。分油盘里面的膜片，它经过10多年没有使用，它里面应该是干裂了。那应该膜片这个东西，如果长期浸在汽油里面的话，它是软性的。那如果太久没有使用，它就会产生龟裂的现象。啊，这个分油盘很明显是没办法发动。那等大哥整修过之后，我们来看看到底发生什么样的情形。
这颗从嘉义来的停驶没有发动将近13、14年的时间的6缸分油盘 W123280E， 分油盘的编号是248714。大哥已经整修完成了。那在整修之前呢，我们发现它的引擎一发动就大量漏油。那其实这是因为分油盘的膜片，我们看到分油盘膜片这个地方膜片它破掉了。那为什么会破掉呢？大概大哥猜测它的原因就是因为长期没有浸润在汽油里面造成它的膜片干裂，使得它产生破损的这个状况。如果它持续使用的话，可能这个现象就不会发生。OK， 那我们现在来做一个测试，来看看整修完成之后它的漏油的状况是不是还存在。OK， 大哥打开电源。我们看到它并没有漏油了。再一次，大哥打开电源，引擎发动。只有在引擎发动催油的时候，它才会出油。我们看到出油了，停，加油，停。对，这个才是标准的正确的分油盘它的工作状态。OK， 我们再试一次。好，加油。这才是开始出油这个才是一个正确的一个分油盘的接着我们要进行的是这颗从嘉义来的 W123280E 已经10多年没有发动的车子分油盘，大哥整修完成之后它的1分钟全油门的流量测试这个分油盘的编号是248714。OK， 我们来，大哥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分钟。好，开始。我们现在进行的这个测试，主要是要测试车子在行进当中的出油量，也就是它系统的供油。标准的出油应该大概在170 ml 左右。如果供油太多，那就是燃烧不完全，车子有耗油，马力又不足。供油太少引擎很容易产生高温，因为稀薄燃烧。当然马力也不够。我们要求的是很正确的混合比大概空燃比在14.7。经过10几年没有发动这个分油盘它膜片破损经过大哥整修过之后，我们来看看它的数据是不是达到我们的要求。OK， 好，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缸，第一缸160，第二缸、第三缸170，第四缸165，第五缸168，第六缸170。厂方要求的误差是15%，我们看一下它的误差应该在5%以内。那如果以1985年之前的第一代没有电脑的机械喷射来讲的话，50%已经是非常优秀了。那如果在1985年之后呢，它有电脑，经过用差压把来控制它的出油量的话，那它的数据就会达到3%以内。这个达到5%的第一代机械喷射成绩算是相当优秀的。这颗从嘉义来的很稀少的 W123280E 的加热阀，大哥已经整修完成了。那我们都知道，加热阀它这个东西是在作为冷车加浓，也就是说冷车加浓的主要功能。它是在1985年之前
Bosch 的第一代 K 系列的喷射系统所使用的东西。那至于1985年之后的冷车加浓这个功能，就已经有它属于第二代1985年之后的Bosch K 系列的喷射，叫 K Injection，它已经有电脑来辅助，那透过差压阀，那电脑来改变差压阀的压力，来达到冷车加浓的功能。那在1985年之前，第一代的 K 系列的喷射，它没有差压阀，那它也没有电脑来辅助，所以说它是用非常传统原始的这个机械来达到这个目的，也就是加热阀的东西。那它透过加热阀本身的压力差来达到冷车加浓的功能。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插头大哥并没有插上去就这个插头是引擎发动之后呢，它就开始持续供电。那供电透过里面的热金属，使得压力来改变。那目前大哥没有插，代表说引擎在冷车中它都还没有发动的时候，它的压力我们来看到大概在1 kg/cm 平方左右。那经过引擎发动以后，就开始持续加热，就插头开始供电之后呢，它应该会达到大概在3 kg/cm 平方左右。透过这2公斤的压力差，来达到冷车加浓的功能。那等大哥把这个插头插上去之后呢，我们就看到它压力是会从目前的1公斤提高到大概3公斤左右，达到冷车加浓的目的。这颗从嘉义来的 W123的2801的加热阀大哥经过引擎发动，也就是加热之后呢，大概经过大概2-3分钟，我们看到它的压力已经达到了大概在3公斤左右跟冷车还没有发动之前的压力差大概差了2公斤就透过这个压力差的改变，产生冷车加浓的功能这个就是加热阀最主要的功能，就是作为冷车加浓的目的接着我们要进行的是这颗 W123 2801从嘉义坐拖车来台北找张大哥的6缸喷油盘完修之后的第2阶段测试，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大哥打开电源打开定时器，时间设定10分钟。好，开始。我们这个阶段的测试，主要是测试它这颗喷油盘在怠速的时候，它的出油量是不是稳定，是不是平均，因为这会绝对影响到我们怠速的稳定性，所以我们希望它的数值是误差值越低越好。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等时间接近的时候再来看它的测试结果。目前我们进行的是这颗从嘉义来的 W123 2801的6缸喷油盘经过10多年没有发动之后，大哥把喷油盘整修完成，现在进行的是10分钟的模拟怠速小油门的流量测试。因为这个阶段的测试是会决定我们怠速的稳定性。OK， 好，时间到，关闭电源，关闭定时器。画面上由右到左分别是1、2、3、4、5、6缸。第1缸192，第2缸192，第3缸188，第4缸192，第5缸192，第6缸190。这误差值相当漂亮在3%以内了。如果说以第1代的机械喷射1985年之前，能够达到这个水准是相当不容易的代表其实它这颗喷油盘的整个通道它堵塞的并不严重，因为它里程数只有3万多，
因为最主要是母片破损经过大核整修过之后，以它这个数据理论上怠速应该是相当稳定的，但是有个问题是它这颗的缸压大哥测出来普遍都偏低，那可能是因为它10多年没有发动，然后活塞环都被油泥卡住了。那经过我们发动以后，我们会再做一个缸压测试，应该它的缸压就会恢复水准。我们希望是这样的情形。今天大哥的报告到此结束。